这个是第一次的，就是中华民国政权它的合法性跟合理性就建基于在李宗仁逼退了蒋中正下野，蒋中正又是以如何的方式呢复行世事啊？其实如果说复行世事的话，就代表一件事，他在1949年2月所谓的下野，而不是只是请假。所以李宗仁也称自己是代总统，就是当时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刚刚实行宪政，所以才有1955年3月他在台湾正式所谓的复行世事，就等于像我们讲销假上班。也就是打不赢共产党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占领了南京总统府，那就是打输了，中华民国政府国旗降下来。注意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哦。邓小平在华东野战军拿下了总统府之后，邓小平发的第一份电报里面的年份是用中华民国4月26号，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权，并不是两个分裂国家。两岸基本上的敌对状态没有正式结束过啊，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现任的领导人愿意坐下来，用形式上相对平等的一个方式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等于是创造一个惯例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马习二会呢，就在大家的意外之中啊，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想到习近平用了这么高的规格来接待马英九啊。那相关的政治讨论其实很多啦，包括呢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来接待啊，是一个准元首的资格。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马习二会的前一天9号呢，习近平才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呢接见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元首。也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很不同凡响的方式。毕竟马英九现在我们把他称为双无人士啊。无党职也无公职啊，什么都没有哈。但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用这么高规格见面，想必习近平想要传达一些讯息啊。我们先就这一张图，我们映衬的是呢马习首会啊，马习因为当时在新加坡2次的会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啊？那虽然媒体是有做了很多整理啊，我这边给大家念一下。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来举办的马习首会啊。那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整理啊，他认为意义是两岸分治66年来首度的领导人会面啊。那当时的身份当然是一个对等身份啊，就马英九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啊，也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之下的2个政权的最高领袖的见面啊，所以这当时被称为66年来首度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啊，这种政治形态的解读还是会随着你所站位的立场来讨论，但是我们以马习之间当时所讨论的内核啊来讲啊，那对比马习二会呢，好，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啊，好吧？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学长，就说你怎么看马习首会跟马习二会在历史的这个政治的意涵？历史是不断的向前演进，对不对？我想马习首会跟马习二会基本上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里面啊。不论就是说你的政治立场如何，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的话，马习首会象征的是从1949年两岸分治分立的这样一个格局形成之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以现任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意见交换以及会谈。自从1949年两岸这个分治分立的格局形成之后，两岸基本上的敌对状态其实没有正式结束过在敌对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双方在这个许多在军事方面还存在一些竞争，甚至于偶尔还会发生摩擦的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现任的领导人愿意坐下来，用形式上相对平等的一个方式来互相交换意见，这个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等于是创造一个惯例啊。大家不要忘记，政治上尤其是国际外交，或者说这个两岸关系都一样，这个惯例的创造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惯例的突破之后，其实也为未来两岸有可能举行的各种会谈，等于是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楷模在前面那我们讲2024的这一次马习二会，因为之前在去年的时候，马英九先生像政大的马教授一样带了一群这个大九学堂的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去做参访我们看他去年那个参访路线，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国民政府之旅主要是到南京这些地方，对不对？那这一次在见这个习近平主席之前，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旅，比如他到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这个看故宫博物院里面的中华的文物另外到这个陕西去祭拜黄帝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旅。所以已经基本上从过去一个政治领袖的怀旧之旅，逐渐蜕变进化成一个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
来到大陆，所以这一次他等于是怀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那这一次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也是树立了一个楷模，就是未来台湾卸任的领导人一样是可以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到达北京共同为两岸的和平而努力。所以无论如何，这2次的这个马习会，我想在这个两岸这个协商交流的历史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页。但是在这里面所隐藏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两岸的一个格局的逐步的演变嘛。从这个历史的事件堆砌，我们可以还原那时候的一个状况。可是问题在于主观意识的认知上面，它还有一些细节的，我觉得我们值得再多推敲几下啊。比如说呢，蒋介石下野的时候，就有人批判说，那你蒋介石你被李宗仁逼下野之后，其实你已经丧失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元首的代表。那李宗仁的这个渡江谈判是失败的，所以呢，甚至呢，这个后来啊，到了台湾的这个蒋介石呢，他就所谓的复行世事嘛，他就把李宗仁谈判失败，最后呢去了美国的这个事件，他把它称作为李宗仁投匪。像这个是第一次的，就是关于说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跟合理性，就建基于在李宗仁逼退了蒋中正下野。然后呢，蒋中正又是以如何的方式呢？所谓的复行世事啊，这个细节是不是跟我们陈述一下？对，其实如果说复行世事的话，就代表一件事，他在1949年2月所谓的下野，就不是只是请假，所以李宗仁也称自己是代总统啊。我们可以说，这时候中国就是当时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刚刚实行宪政，对整个运作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才有1955年3月他在台湾正式所谓的复行世事，就等于像我们讲销假上班嘛。那其实蒋介石先生把整个国民政府搬到台湾来之前，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啦。当时在1948年的时候，他就叫一个人来接当时台湾警备总部司令，就是陈诚将军，他绝对的嫡系信任了。另外还有2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在那个台湾凤山进行国军整编训练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将军所训练的部队，后来在古宁头战役，就我们前面讲1949年古宁头战役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这个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先生，跟不久之后的魏道闵先生，他们带领了一批农业跟商业的技术官僚来到台湾。他们这个吴国桢、魏道闵跟陈诚一起在台湾推行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375减租，就是把台湾整个社会的环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造。那就让过去共产党能够在农村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就在台湾不复存在到，也种下日后这个所谓本省精英对于国民党的不信任。但无论如何，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国际上也获得美国跟日本的支持，那又重新获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就使得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逐渐稳定下来。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脉络顺下来看，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两岸对峙的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就是中国内战格局的一个延续。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抽掉的话，我们就在两岸问题上，我们就永远讲不清楚，就会呈现今天台湾社会这样一片好像打迷糊仗的这种状况今天台湾愿意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学者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也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都觉得像这张图都快被列为禁图了。对啊，好奇怪，因为以前叫迫迁来台嘛，那迫迁当然是撤退的一个美化的说法，没有错啦。对但是就算用撤退又如何？那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子搬因为就是打不赢共产党嘛，讲白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嘛。我今天特别放了一张图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占领的南京总统府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就是打输了，所以你看旗杆上光溜溜的，有什么旗被降下来？中华民国政府国旗嘛，被降下来。这个时候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对，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2个国家，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邓小平在当时的那个华东野战军拿下了这个总统府之后，邓小平在4月26号发的第一份电报，就是给当时在北平的毛泽东主席说这个我们拿下南京的总统府，这样的第一份电报里面的年份是用中华民国4月26号。对，就邓小平发给毛泽东电报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国家2个政权的概念，并不是2个分裂国家的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